那我们解决的问题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我们还是一个全算法，从摄像头到云端到算法的公司，主要针对还是企业级客户，做 VI SaaS。那这里面最主要的3个痛点我们要解决的是，第一，现有的企业级的摄像头系统非常复杂，那不仅只是买摄像头，还有 NVR， 还有server storage， 这套的设备是比较老气的。第二个就是现在大家做安防的，大家都说 AI， 大家可能很少人提到，就是这个 AI 是费用非常昂贵，就是不管是做人脸还是做车牌识别，包括做武器摔倒这些行为识别，其实 GPU 的损耗很大，特别是云端的算法的成本很高。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级用户的话，它的视频的数据非常的大，那每天要把这些视频的数据来做一些 search， 都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我们这系统是用大语言模型ChatGPT Generative AI 来做一些 video search 和一些视频分析的这么一个管理软件。这个企业级的用户大概都知道，其实摄像头的成本是所有企业级的安防系统里面比较小。我主要讲的是美国市场。那所有的摄像头其实它要经过 PoE cable， 然后转到机房，机房上面是有一个 NVR recorder。那你要再把所有的这些摄像头记录下的视频再放到这个电视上面能够 project 上面去的话，你还要一个 server， 还要一些大型的英伟达的 GPU card 才能去做。所以这只是硬件啊。那软件以外，你还要一些算法的公司提供的这些软件，大概平均的话至少要$500一个摄像头。那还有一些传统的这些在本地运营的这些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像 Genetec 和 Milestone， 大概的成本也不低，大概也是$500一个摄像头吧。所以你可能整个算下来，企业级用户的摄像头的整个成本应该超过$2500到$5000之间。这里面最大的区别是你的什么样的算法，有没有人脸识别、车牌号识别、武器识别这些软件，这个成本可能就会更贵。那我们认为，这个所有的中间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对面有一个展示了，就是今天我们展示出来的，我们的系统是只有一个摄像头，摄像头上把所有的视频数据存储在摄像头上，然后把所有的传统公司在 GPU card 上面或者在云端做的这些AI 的这些 feature， 我们是都在摄像头上面做的处理。那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客户是要买个新的摄像头，那就是左上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摄像头上面有视频分析的所有的软件，还有所有的SD card 把所有的视频都存储下来。那只有不超过可能0.01%的这些最简单的 thumbnail 或者是一些 metadata， 我们才给它传到网上面去。那对这些客户，如果已经有很多摄像头了，那他比较是没有办法有些 AI feature 的话，那我们可以加一个类似的一个 AI box， 那我们可以在 AI box 上把所有的这些现有摄像头的这些视频都给它存储下来 ，AI 分析出来，然后只传很少的信息上了云端上。云端最主要的目的是做 search， 做mapping， 这些 purpose。那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你不管一个企业有1000个摄像头还是有10个摄像头，你永远的这些上云的这些 bandwidth 都不会出现问题，因为
像我之前说的，就所有的摄像头视频数据和分析都是在摄像头。那我们是有手机的有个 app 叫做 Focus AI Vantage， 那还有个 laptop 的版本，那可以基本上都是在云端的。我就不说太多了，基本上大家用过这个摄像头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会一样的啊。让大家重复一下，这是3个痛点解决的。第一是没有任何的中间件，摄像头直接的接上一个 cable， 接上电源就上网 WiFi。那在摄像头上做这个软件处理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就是大家都知道 NVR 是先把视频数据 encode， 然后再 decode， 因为为了省这个传输的这个大小。那我们是直接在摄像头上来做处理的话，就是没有这个 encode 和 decode， 那没有这个 latency， 也不会存在这个 image 这个信息损失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在摄像头上做处理，能够处理很多的帧，要在云端上处理可能1秒钟处理1帧，那我们在摄像头处理可以最多处理8帧。那对一些比较非常关键的像武器识别这样的算法的准确度就会高很多，因为你处理数据大。我们还可以做 cross camera 的这些 tracking， 就是 live， 因为我们做所有的人脸识别。所有的 personal embedded 识别都是在摄像头上做的，所以您如果在实时的在不同的摄像头之间穿过的话，我们是可以实时的 check 你在摄像头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在奇美商场的。那其实你看看，像这个会长，其实有很多人朝着这个摄像头来走。那我们不仅是把这些人都给他 detect 出来，我们其实把这些所有的人都是给他识别出来。你要看传统的这样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 local server， 用很多的 GPU 卡来做的。那这个其实我们所有这些很多的人的情况下 detect 出来、识别出来，就是在那个小的摄像头上去做的。那同样的，这个客户用的是同样的摄像头来做的车牌号识别。你看这个，其实这个汽车是 moving 的，大概如果低速情况下15到20个 mile 每小时，然后45度的角度的话，它能够还是可以比较准确识别这个车牌号的。那你看这个视频，你看这个车人眼其实是很难看出这个车牌号是多少的，因为这个。就像我之前说，这个所有视频都是被 encode 和 decode 过的，所以它 lose 了很多的那个清晰度。那你看这个右边的是我们原始数据处理出来的，所以你看车牌号还是比较准确的。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实际的枪击事件。那去年3月份在田纳西州一个小学，枪手进来23分钟，大概有六个人被枪击了。那你看这个枪的角度和枪和摄像头的距离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角度不对，距离太远的话，它枪不是能够机器识别是没有像人眼那么准确。那其实这个视频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摄像头上一秒钟能处理8帧。那你看在这个角度，很多的枪的这个形状就给显示出来。那我想说的这个视频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在摄像头来做处理的话，你处理的数据视频在云端处理要多很多的。那你只要有很少数的帧给它把这个武器识别出来，那你其实这个武器识别的准确度是非常非常高。你看在这个角度上，基本上没有1帧把这个枪给认出来。那如果枪手被检测出来了，那我们是可以 tracking 它的，所以这个视频是我们做的很unique的，就是一个 sales 销售人员，那我们就说，假设他是个枪手，我们怎么把这个枪手在
你这个地图上实时的能够给它显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是在算法在摄像头上处理的好处，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摄像头来做识别，那你识别1秒钟有8帧可以做识别，准确度就要高很多。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你在摄像头上做识别的话，你不用传到云端再下来，这个时效性是基本上是 real time， 所以只有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就是我们应该是今天在全世界上唯一能够做到在计算机视觉的情况下，能在一个 mapping 情况下 check 这个人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 office 一个 set up。那我们假设这是一个枪手，我们可以在4个摄像头上面实时的定位这个人在什么地方。那摔倒也是一样因为你摔倒，其实人是必须是一个过程，从站着的，然后慢慢的往下摔，然后你的膝盖、屁股着地，所以这个只有做到摄像头上面，做很多帧来做处理的话，那这个摔倒这个准确性才会很高。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用了大语言模型来做 search， 那其实刚刚说直接可以跟我们这软件说find FedEx， 那你找到这个 FedEx 汽车今天出现的情况，那全部都是以一种人和人对话的方式来把这些事件给找出来。那说找一个穿红衣服的人，那比较人性化了，那你可以go through每一个视频一个去找，或者你可以一个问和答的方式就可以给他比较简单的就给他找出来。这是我的 profile，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 profile 这个人是谁，你可以就直接说可以找到庆宇今天的情况，他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把这些给你找出来。你可以跟不同时间点，那今天最晚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人，或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看到这个人？基本上其实这套软件可以做一个时效的那个 time clocking system。对，那我们可以 issue 一个instant report， 就是武器的一个事件的这么一个 report。那如果你识别出了这个武器，那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有谁 involved， 其实你都是可以很容易的给他用大语言模型给他来做一个reporting。场景很多，那其实我们今天秀的只是一些跟 security 相关的。那我们可以一些 business insight 的，你可以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到了会场，谁最多的路是去了人的最多的地方。有很多事都是可以由这套系统来做的。只要 computer vision running 在这个 camera 上。对，大概公司就是这样的。我们和传统的这个公司的区别就是 end-to-end solution 有一次性的这个摄像头或者 AI box 销售，还有软件服务的这么一个business 的一个模式。好，大概这就是我的 presentation， 感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我们要去demo 一下，谢谢。谢谢 Mr. Ren 非常精彩的分享。接下来的主题是从智慧分析到有效行动。